哎，感谢各位，又一年了。哎呀，你们还记得我去年的这个人设是干净的应届生吗？其实我早都脏了，我也偷偷工作过。我之前是干过2年补习老师，然后本来大家觉得老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你为人师表、德高望重。但我们是那种机构老师，你除了要上课，还要自己卖课，谁能德高望重的干销售？我孔子站在路边发传单，子曰：《论语春秋》了解一下。学过了，温故而知新。哎，别走，最近搞活动，3人行必有免单。我们甚至真的入职培训就教你怎么把课卖出去，怎么让家长掏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补习老师可以转型为非常优秀的主播。这玩意儿我们都练过，就开家长会的时候像直播一样制造那种紧张感，说家长们，这课再不学，孩子马上就跟不上了。3、2、1，跟不上了。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好像人一工作就是要干很多这种脏活。现在好像就没有哪份工作是你只用干本职工作，就你实习就是实习，不用帮忙贴发票；会计就是会计，不用帮忙蹲监狱；讲段就是讲段子，不用帮忙念广子。现在好像就都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我小时候还跟自己说，于小雨，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做什么梦呢？你现在得当各种型号的螺丝钉，还得自己给自己当螺丝刀卷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甚至你就是个锤子，因为一直在钉钉。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离谱的安排，然后就会你刚一不高兴，就会有人跟你说，你工作的时候不要有情绪，有情绪是不专业的表现。我说人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没有情绪？我唯一见过在工作中没有情绪的人就只有杀手。但你把杀手逼疯了，他也有情绪吧？你试一下，晚上11点突然跟杀手说，你用这1颗子弹把这67个人杀完给我。DDL 今晚。杀手说：“那我杀你1个就可以了。今晚是你的 deadline。Sorry, bro, I'm a pro。”然后你就算把活都干完了，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安心休息，还有团建这玩意儿。我之前上班团建说准备一起去泡澡，谁会想跟同事一起洗澡啊？领导说一定要全员参加，我当时都想说，我能不能就不去了？我直接把裸照发群里。然后去应酬也很烦，我酒量又不太行，有一次我就说这个王总，那我以茶代酒，感谢您。他说等会儿，你先换成酒，你再说话。就是我也不是不想喝，主要是我讨好别人。是需要保持清醒的。你要让我喝酒，喝完我可就不怕你了。我刚叫你王总，喝完我说小王你过来，我考考你，你说我刚才吐是因为酒呢，还是因为你呢？而且大家都说这个喝酒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但现在很多人也没有那么怕酒精，不是更怕碳水吗？怎么没有人在饭局上劝饭呢？说你这炒面不吃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大家都端着一碗米饭打圈儿。我说领导这碗白的我干了，您随意。哎呀，而且这些破事儿吧，它就是一些社会潜规则，你就算都干了也没有用啊，是吧？你就说你次团建都参加，该裁员不还是裁你？你总不可能裁员的时候领导跳出来说不能裁，一起泡过澡，他有我裸照。所以我就觉得咱就别整那些虚的，你也别说什么应酬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是，咱们喝之前就签合同，明码标价。
红的300，白的500，那我能把你喝到破产，我把你从老板喝成老赖，我把你公司喝到我名下。别人问我你财富自由的秘诀是什么，我说都在酒里了。然后我也有那些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聊这些事儿，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于翔宇，你就是刚步入社会，社会化程度比较低，需要进行一些社会化训练。我一搜，社会化训练最早是用在狗身上，这是要让我干嘛？学会握手、狂舔、绝育。那以后谁再问我说你怎么不要孩子，我说我社会化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上学那会儿还学了很多什么人是什么，读哲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一出来发现人是狗，是牛，是马，是驴，是温水煮的青蛙。那什么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动物的总和。以后再玩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我。我就感觉现在这人都返祖退化了，那还学什么哲学呀？你把那个进化论倒着看，就是资本论。这一个人好不容易成人了，一进社会，哎，王总您好，拜托了，拜托了，我干了，我干了。可别再让我退化了，再退化我可就要咬人了。谢谢你们，我是杨宇。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宇。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翔宇，你表哥被抓了。我一问，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要配合调查。现在被抓到了上海，联系不上，然后问我说：“翔宇，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我听完直接懵了，我上哪儿找人去？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屁用没有，只会幽默。我要是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说咋的？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那你去不了，那里明星太多了，你咖位不够。我实在不知道咋办，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就打开了大众点评。哎，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就跟饭店一样，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不用排队。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而且选择一多吧，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7分的律师事务所，团了一个3块9的刑事辩护套餐。现在想想真的荒谬，穷病乱投医呀！3块9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法官说无期，律师说行。我哥在那儿，我到底犯什么罪了？贫穷。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找人情，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你说亲戚问我翔宇，你在上海有人吗？我说我有人工智能，有问题找夸克。夸克 AI 超级框，啥都能回答，就是搜商高。亲戚说翔宇，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家里亲戚就会说，你出门在外，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不都说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人图我啥资源啊？图我网盘资源。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我拉你进资源群，你让我进娱乐圈，感兴趣出来吃个饭，
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哎，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然后一直化脓不好。你上网查贼吓人，是会发烂、发臭，然后截肢。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我说那不用看了，直接截肢吧。喜剧之王单脚记。然后我找了半天，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但是同样的医生，你直接挂50，特需门诊1000。我说，哎，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我要不还是排队吧。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哪怕是看病，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就真的要钱不要命。身体的事儿不着急，啊，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啊，飞越太平间。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他们就跟我说，那就找人呗，啊，我不用排队，我哥是肿瘤医生。我说，那你天天得肿瘤？他说不是，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那医院也是小社会，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为啥是亲友优先呀？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为家人谋福利。哎，我说实话，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啊，就是人想要公平，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但我现在觉得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就啥都没有，但是贼有态度。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你要么就有关系，要么就有钱，但我就是2样都没有，空有一身正气。但是嘴硬，我没钱，也没关系，都没事儿。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们，我是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然后节目组就说，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这咋聊呀？就是没有工作。我毕业的时候，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说翔宇，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它也有好处，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同学聚会，人家说啊，我现在在大厂上班，5险1金顶哥。我说那怎么了？我可是应届生。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我还是清清白白。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我就算饿死，我也是应届生。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没给资本出过1分力。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教小升初1对1，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考好大学，找好工作，过好的生活。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是为了我学，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老师不花，都给你攒着，以后租你们家房子。
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那种大厂嘛，就是经常干到1、2点，也没有加班费。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领导说这怎么了？这很正常啊。翔宇，你学哲学的呀，存在即合理啊。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我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它都不合法，但就合理啊。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我就应该学法学，什么他人即地狱，我想送他进监狱。哎呀，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6大天然草本成分，像应届生一样干净。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我甚至想过用《资本论》整顿职场，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就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而我这种应届生，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包装精美，原料干净，日期新鲜，但就是没人动，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老板说：“哎呀，饼太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 临入职了毁约，说这个岗位没有了，你去找别的活吧。我就这么纯耽误人嘛？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比如说今年年初，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快开录了跟我说啊，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我说那我咋办？我为了来这儿，我把别的活都推了，我连春招我都没去。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要不你就去种地吧，少年。快走吧，快走吧，错过了春招，别再错过秋收了。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突然没活干了，也找不到工作，你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就在下面留言，说求捞，墩墩，走过路过的好心人，有工作踢踢我。还有个 HR 在下面着补，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哎呦，您可真是个大善人。我可得感谢你，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没有真的玷污我啊！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你上学、上班，人生慢慢走向正轨。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然后跟你说：“哎，那你现在自由了。”你的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我都想说，要不实在不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就是一堆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儿，聊着聊着突然问我说：“翔宇，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儿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我哪知道？哎，大哥。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
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你就是不孕不育。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发微信问我说：“翔宇，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一边手上给他回：“好的哥，明天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于翔宇，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你得学着减少内耗。”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内耗一点都没减少，并越看越多呀。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看完以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没有钝感力，边界感过强，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你别说是我了，我觉得就算是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去刷小红书，他也得有病。弗洛伊德刷完之后恍然大悟说：“哦，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我是个东亚小孩啊！”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是我爸妈的问题。哎，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啊。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它就是个陷阱题。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人家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人家就叫家。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哦，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托关系帮我找的，最近买房了，原生家庭出的首付。我爸妈说了，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回原生家庭看看。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啊，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这就是我的家庭原声。而且我觉得，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也很难解决，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来不及解决了。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一边被打，一边理性分析，一巴掌打过来啊，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大吵大闹、外放视频，父母在旁边玩手机，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我都不会讨厌他，我只会觉得孩子，你这辈子完了，你原生家庭有问题，跑吧，跑向你不幸的一生。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长大会抑郁的，还有心思看汪汪队立大功呢。抓紧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因为你说到底啊，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你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我咋辩证啊？
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因为我学完哲学吧，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矛盾。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上午还在上课，我学那个《资本论》，什么资本会无情的压榨你，剥削你的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我可以加班。什么亚里士多德呀，多劳才能多得。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因为我刚毕业，确实找不着工作，然后想干脱口秀，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那是不太好。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知道干啥好。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我说这样吧，我决定了，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他说好主意啊，就差一辆车了。我说我研究过了，咱俩可以先租个车，等赚了钱再买就行。他说先租车再买车，你没看过《骆驼祥子》吗？于翔宇，你要租车你就完了，你就一直给人干吧，你还叫什么翔宇啊？你就叫祥子。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这个咱们学哲学啊，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但我做不到。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我当时回了趟学校，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俩人在聊买学区房。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说老师，你也这么现实的吗？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我崩完之后发现，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他有这个物质基础。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你像什么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自幼喜好哲学，11岁学习宗教学，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21岁继承父亲遗产。我课程表上没有这门课，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什么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你看他写那些句子，什么意志决定命运。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还有那句最经典的，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满足了就会无聊。我想无聊。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有趣有什么用呀？你在我们这个行业，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穿着一件真丝睡袍，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没啥意思啊。我现在通透了，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什么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祥子，我从那里来，想到那里去。掌声谢谢，我叫于翔宇。Hello， 大家好，我叫于翔宇。我是今年也是为了录节目，就直接搬来上海，但感觉还没挣钱呢，就开始花钱了。我得先找个房子，我是在那种平台租的，其实性价比稍微有点低。他们就跟我说的服务好，会给我配个管家。我租房还带个管家，
就好像我骑共享单车还配个司机，感觉我是个落魄的贵族，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没有家，但有个管家。老管家，帮我联系马总把花呗套现，然后把房租交了。这套宅子我要定，少爷万万不可呀！这破房子他只是看着好，住着一点都不自如，不自如。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儿，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你像支付宝也是，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叫资产，叫你财富管理。我看着我的总资产3块7毛6，说完了，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还好我还有不动产，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哎呀，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我哪有那个能力？你让我保护地球，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改善环境。不是，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我只是为了省钱，被迫过得很环保。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我挤地铁、骑自行车。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变暖，每次累得要死的，哎，又为地球贡献1小时，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呐！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儿就是在说些漂亮话，想让你多花钱，搞得现在用词儿就越来越大，有些都不讲道理了。你像很多品牌代言，就除了代言人以外，现在还有品牌大使。大使，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都不能叫联名了，你俩建交吧。品牌大使，你为了唬人，这个名头叫的也太大了吧！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还是发型总监。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你都能代表地球了。你是要跟外星人建交吗？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3体人，3体人一看吊牌，这也太贵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更夸张的是，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说明星同款厕纸，我当时就不想买。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我也买不起。你代言厕纸，我是真的会买厕纸。你动到我的蛋糕了，你别哪天出了事儿，就拿我擦屁股的钱给自己擦屁股。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你像很多商场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修的贼漂亮，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男厕所就这样，女厕所这样。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你哪怕画的真实一点呢？男厕所你就画一个小人在那偷偷抽烟，女厕所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后面排着67个小人。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我就要在旁边等她。我有时候等没事干，我都想帮她排。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我在这儿帮你排着。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我向前1小步，文明1大步。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不如多干点事儿。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只需要少点宣传墙，多点卫生间。谢谢你们，我叫于翔宇。